200个？你刚才说多少？不多，也就200个吧。你确定？200个？每一个我都记得很清楚。赵总监握着茶杯的手僵在半空，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大。刚才还一脸嫌弃地说要开除我，现在却像见了鬼似的盯着我手里的那本厚厚的记录册。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连旁边负责办手续的孙姐也忘了继续翻文件，嘴巴微张着看向我们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赵总监喃喃自语，声音里带着颤抖。我淡淡的笑了笑，合上手里的客户名册。赵总，没什么不可能的，只是你们从来没问过而已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是金子总会发光，只是这光芒来得有点晚，也有点让人意外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林浩，今年32岁，在华信办公设备公司做了5年的业务经理。说是业务经理，其实就是个跑腿的，专门负责中小企业的办公耗材供应。每天早上8点半，我都会准时到公司。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昨天客户发来的订单邮件，打印机墨盒、复印纸、文具用品，这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小东西，就是我的全部工作内容。林浩，每家广告公司的打印机又卡纸了，你去看看。林浩，那个小超市的老板说要换一批签字笔，你联系一下。林浩，有个客户投诉说上次的复印纸质量有问题，你处理一下。这就是我的日常，接电话、记订单、安排配送、处理售后，忙得团团转，但在别人眼里却毫无技术含量。华信公司的业务分2块，大客户部和普通客户部。大客户部负责政府采购和大企业的订单，一单就是几十万上百万。普通客户部就是我这样的，服务中小企业，一单几千块钱就不错了。公司的价值观很明确，大客户才是核心竞争力，小客户维护就是跑腿送货的工作。每个月的业绩会议上，这种差距体现得特别明显。各位，我先汇报一下这个月的成果。马强站在会议室前面， PPT 做得花里胡哨。经过3个月的努力，我们终于拿下了天宇集团的办公设备采购项目，总金额180万，全场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。赵总监满面红光，连声叫好，不愧是我们的金牌销售，这一单顶得上别人1年的业绩。还有宏达实业的项目，初步意向是150万，预计下个月就能签约。马强继续汇报，每说一个数字，掌声就响一次。轮到我的时候，气氛瞬间冷了下来。我这个月服务了52家客户，处理了各种订单和售后问题，续签了一批长期供应合同。我的汇报简单直白，没有华丽的 PPT， 没有惊人的数字。赵总监连眼皮都没抬，一边翻文件一边地应付着。其他同事有的低头玩手机，有的在小声聊天。好的，林浩的汇报就到这里。赵总监打断了我还没说完的话，下面咱们讨论一下大客户开发的策略。我坐回座位，心里五味杂陈。52家客户，每一家我都用心服务，解决了无数的问题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。但在这里，这些都不值得一提。散会后，几个同事围着马强讨论他的成功经验，没人理会我。林浩啊，你这工作也太没意思了。年轻的实习生小王凑过来，天天接电话送货，跟快递员有什么区别？是啊，哪像马哥，动不动就是几百万的大项目，多有面子。
另一个同事附和道。我苦笑了一下，每种工作都有它的价值。什么价值？不就是跑腿吗？小王毫不留情。我要是你，早就申请转到大客户部了。说实话，我心里也动摇过。在这种氛围下，很难不怀疑自己选择的路是否正确。也许他们说的对，也许我真的应该改变一下工作方式。但每当想起那些信任我的客户，每当接到他们感谢的电话，我又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。只是这种意义，在华信公司似乎不被认可。下班回家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，也许真的是我太固执了，也许真的应该学学马强，去追求那些大客户、大订单。可是，我真的适合那样的工作吗？3个月后，公司开始了新一轮的组织架构调整。赵总监宣布要优化资源配置，集中力量发展大客户业务。这个优化对我来说，就是被边缘化的开始。林浩，从下个月开始，你搬到那边的工位去。行政小黎指着办公室最角落的位置，那里比较安静，适合你专心做服务工作。我的新工位紧靠着复印机，每天哗啦哗啦的打印声就在耳边。更要命的是，这里离大客户部的讨论区很远，基本听不到他们聊什么。这样也好，林浩可以更专心地处理客户问题，不被我们的大项目讨论打扰。赵总监这样解释，说的好像是为了我好一样。紧接着，各种重要的活动开始跟我无关了。明天有个大客户的商务谈判，马强，你带着新来的小张一起去学习一下。下周的销售培训很重要，讲的是采购技巧。马强、小李、小王都要参加。月底公司组织团建活动，大客户部的同事都要去，增进一下团队凝聚力。每次安排这些活动，赵总监都会扫一眼在场的人，然后很自然地跳过我，好像我不存在一样。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同事们的态度变化。林浩，你怎么还在做那些小客户啊？没想法往上发展吗？马强有一次关心地问我。我觉得现在挺好的，我回答。好什么好？你看看你的收入，再看看你的发展前景，能跟我们比吗？他摇摇头，说句不好听的，你这就是没追求，安于现状。这话传得很快，很快就成了办公室的共识。林浩这个人没追求，不思进取。我试过申请参与大客户开发，赵总，我想申请加入一些大客户项目，学习一下经验。我主动找到赵总监。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。林浩，你做惯了小生意，思维层次跟不上大客户的要求，而且你现在的客户怎么办？总不能丢了吧？我可以两边兼顾，慢慢过渡。算了，术业有专攻嘛，你还是安心做好你的客户服务工作，这也很重要。他摆摆手，明显不想继续这个话题。最讽刺的是，连新来的实习生都被直接安排到了大客户部。小陈是名牌大学毕业的，有潜力，应该从高起点开始培养。赵总监这样解释。我看着那个比我小8岁的实习生小陈，在大客户部前辈们的指导下学习商务谈判技巧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办公室的氛围也变得微妙起来，大家聊天的时候，如果我走过去，话题很快就会停止或者转向别的内容。他们讨论的都是大客户、大项目、大机会，而我的那点小客户在他们眼里根本不值一提。听说马强又拿下一个200万的项目，真厉害，这个月奖金又要爆表了。还是做大客户有前途，像林浩那样天天跟小老板打交道有什么意思？我就坐在不远的地方，
他们的声音我听得一清二楚，虽然没点名，但每个人都知道在说谁。有时候我会想，也许他们说的对，也许我真的应该放弃这些小客户，去追求更大的目标。但是每当每家广告公司的张老板打电话来说，林经理，还是你服务的好，有什么问题一个电话就解决了。每当新开张的小超市老板说，林经理，多亏了你帮我们选的这套收银系统，现在效率高多了时，我又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。只是这种价值在华信公司越来越得不到认可，我开始怀疑自己，也许我真的落伍了，也许我真的需要改变。事情的转折点出现在公司制定新的 KPI 考核制度的时候。各位，为了更好地激励大家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公司决定实行新的考核标准。赵总监在全体会议上宣布，主要指标是大单签约数量和金额，月签约额50万以上为优秀，30万以上为良好，10万以上为合格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我的客户单笔订单基本都在几千到几万之间，月总金额也就30万左右。按照新标准，只能算良好，还是在我特别努力的情况下。果然，第一个月的考核结果出来后，我排在了倒数第2。看看这个业绩排行榜，差距一目了然。赵总监指着墙上的排名表，马强第1，月签约额280万；小李第2，220万；小王第3，180万。念到我的时候，他的声音明显停顿了一下。林浩28万，排名第8。全办公室的人都看着我，有同情的，有鄙夷的，更多的是漠不关心。我希望排名靠后的同事好好反思一下，看看差距在哪里。赵总监继续说，公司发展这么快，不能让一些人拖后腿。会后，我被单独留了下来。林浩，你看看你的排名，有什么想法？赵总监坐在我对面，语气严肃。我觉得考核标准可能需要分类，大客户和小客户的性质不太一样。我试图解释，什么大客户、小客户，客户就是客户，业绩就是业绩。他不耐烦地打断我，你不要给自己找借口，小打小闹能有什么前途？现在市场竞争这么激烈，不做大就是等死。但是小客户也有它的价值，比如稳定性强，重复采购率高，客户粘性也不错。停！赵总监摆手，这些都是虚的，实实在在的业绩数字摆在那里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他指了指排行榜，你看马强1个月顶你1年，你看小李、小王，哪个不比你强？就连刚来的小陈，人家都在学着跟大客户打交道，有追求，有理想。你呢，在这里混了5年，还是老样子，一点进步都没有。这话说得我脸红脖子粗，但又无法反驳。从纯粹的数字来看，我确实比不上他们。赵总，我会努力的，我只能这样说。努力？怎么努力？还是抱着你那些小客户不放？他摇摇头，我看你是混日子混习惯了，没有半点进取心。这句话像一记耳光，狠狠地抽在我脸上。混日子？我每天从早忙到晚，周末都在处理客户问题，这叫混日子？但是我没法反驳，因为在他们的评判标准里，我确实没有显著的成绩。这次谈话之后，混日子这个标签就贴在了我身上，同事们看我的眼神更加微妙了，有些人甚至开始明目张胆地疏远我。跟没追求的人在一起，容易被传染负能量。我无意中听到小王这样跟别人说，马强更是直接，林浩就是混日子的典型，大家千万别学他，安于现状。
不思进取，在公司里最没前途。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，每一句都像刀子一样扎着我的心。更让我难受的是，连人事部的孙姐都找我谈话了。小林啊，我觉得你最近的状态不太对。孙姐一脸关切，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，还是有什么别的想法？没有，我挺好的，但是你的考核成绩确实需要提高啊。她委婉地说，公司发展很快，希望每个员工都能跟上节奏，你也要调整一下心态，跟上公司的发展步伐。我知道这是警告，虽然说得很客气，但意思很明确，你再不改变，就要被淘汰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到很晚，看着桌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客户资料，看着手机里一条条客户发来的感谢信息，我开始严重怀疑自己。也许他们是对的，也许我真的落伍了，也许我真的需要改变工作方式，也许我真的是在混日子。事情的转机来得比我想象的要快。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，办公室里弥漫着周末前的轻松气氛。马强又拿下了一个大单，正在跟大家分享经验。关键是要有格局，要敢想敢做。像那些小客户，浪费时间，没前途。他说着，还瞄了我一眼。正在这时，赵总监的助理过来了。林浩，赵总叫你去办公室一趟。办公室里除了赵总监，还有人事部的孙姐。这种阵容一般只有一个意思，要谈话了。林浩，坐吧。赵总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语气比平时严肃了很多。你在公司工作5年了，我们也算老同事了。他开门见山，今天找你来，是想跟你谈谈你的职业规划。我心里已经有了预感，但还是保持着镇定。您请说。公司现在要做强做大，市场竞争激烈，每个员工都必须跟上发展的步伐。他看着我，但是我觉得你这种小客户维护的工作模式已经跟不上时代了。什么意思？我明知故问。意思就是，与其让你在这里浪费时间，不如给你一个体面的离开机会。他直白地说，主动辞职怎么样？我们可以给你1个月的缓冲期，工资照发，你也好找下家。我沉默了好一会儿，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但真正面对这一刻的时候，还是感到了巨大的冲击。我理解。最终，我平静地说出了这3个字：很好。我就知道你是明事理的人。赵总监松了一口气。孙姐，你帮林浩办一下手续。好的。孙姐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文件。我开始收拾桌上的东西。5年的积累，各种客户资料堆得像小山一样，每一份资料背后都是一个客户，每一个客户背后都有无数次的沟通、服务、解决问题的记录。看着我慢慢地整理这些资料，赵总监突然有些好奇。林浩，我一直没仔细问过，你整天忙来忙去的，说起来到底服务几个客户？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语气里带着一丝轻蔑，好像在说，反正也没几个，收拾起来应该很快。我头也不抬，一边继续收拾，一边淡淡的回答，不多，也就200个吧。赵总监拿着茶杯的手瞬间僵住了。200个？你说多少？200个啊！我抬起头看着他，每一个都是长期合作的，有些已经跟了我3、4年了。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赵总监和孙姐都像被电击了一样，呆呆地看着我。不可能！赵总监的声音有些颤抖。200个？怎么可能？我拿起桌上那本厚厚的客户通讯录递给他，您可以看看，每一个都有名有姓。赵总监接过通讯录，一页一页地翻着，密密麻麻的企业名称、联系人、电话号码、采购需求，
每一页都写得满满当当。每家广告公司，张总，月均采购8000元；智华小超市，李老板，月均采购5000元；新时代培训机构，王校长，月均采购12000元。他越翻脸色越白，手也开始微微发抖。这都是真的，当然是真的。我很平静，不然我每天在忙什么？孙杰也凑过来看，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大。林浩，你真的有200个客户，准确说是203个，上个月又新增了3个。我纠正道。赵总监彻底傻眼了，他从来没想过，他眼中没追求的林浩居然服务着200多个客户。等等，让我算算。他拿出计算器，手指在上面快速敲击着。200个客户，平均每个月采购。他算了好几次，每次都要重新开始，因为手在抖。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他喃喃自语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是金子总会发光，只是这光芒来得有点晚，也有点让人意外。孙姐，你快去把我的业绩数据拿来！赵总监突然大声喊道，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急迫。孙姐慌忙跑出去，不到3分钟就拿着一堆文件跑了回来。林浩，你坐下，咱们好好算算这笔账。赵总监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。我重新坐回椅子上，看着他紧张地翻着我的业绩记录。2019年年度业绩320万，2020年年度业绩380万，2021年年度业绩420万，2022年年度业绩450万，去年480万。每念出一个数字，赵总监的脸色就白1分，到最后他的额头上已经开始冒汗了。等等，我再算算今年的。他翻到最新的月度报表，今年前8个月已经完成了360万，按这个进度，今年能突破500万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几乎是在自言自语。孙姐在旁边拿着计算器帮忙算，5年总共2050万，平均每年410万。林浩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？什么概念？我明知故问。你是我们公司个人业绩贡献最高的员工。孙姐激动地说，比马强还高。赵总监听到这话，脸更白了。他颤抖着翻开公司的整体业绩表，对比了一下各个员工的数据。天哪，林浩，你一个人贡献了公司18%的业绩，而且这还是稳定增长的业绩。孙杰补充道，马强他们的大单有起伏，有时候好几个月签不下来一个，但是林浩的业绩每个月都很稳定。我看着他们震惊的表情，心里竟然有些好笑。这些数据一直都在那里，只是他们从来没仔细看过而已。那你这200个客户，平均每个，赵总监继续算着，每个客户月均采购3000到2万元不等。我直接告诉他，小的像文具店、打字复印店，大的像培训机构、小型工厂，加起来每个月大约40万左右，一年接近500万。赵总监终于算清楚了，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在椅子上。我怎么从来没注意到这些数据？他喃喃自语。因为您只关注大单签约，月度会议也只讨论大客户项目。我平静地说，而我的客户都是小额多频次的，在您的统计方式里被忽略了。可是你从来没说过。我说过啊，我提醒他，每次月度汇报，我都会提到服务的客户数量和续约情况，只是您没兴趣听。赵总监想起了什么，脸更红了。确实，每次我汇报的时候，他不是在看文件，就是在玩手机，根本没认真听过。
那这些客户的忠诚度怎么样？孙姐问了一个关键问题。很高，我如实回答，平均合作时长2-5年，续约率95%以上，而且他们经常互相推荐，60%的新客户都是老客户转介绍的。什么？赵总监猛地坐直了，转介绍率60%？对，中小企业老板之间联系很密切，服务好了一家，往往能带来好几家。那如果你走了，赵总监的声音开始颤抖，这些客户会跟着走吗？我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拿出手机翻到客户群聊记录给他看。林经理，听说你要换工作，那我们的后续合作怎么办？林经理，你去哪家公司，我们就跟哪家合作，你的服务我们信得过。林经理人品好，服务也专业，你去哪我们跟啊？看着这些聊天记录，赵总监的脸彻底白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相信其他同事能接手这些客户关系。我继续收拾着桌上的资料，毕竟大家都说这工作没技术含量，应该很容易上手。这句话说的赵总监和孙姐面面相觑，谁都不敢接话。200个客户不是1天2天能建立起来的，这背后是5年的辛苦耕耘，是无数次的用心服务，是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。而这一切差点就被他们轻易地抛弃了。消息传得比我想象的要快。第2天早上，我还没到公司，赵总监的电话就响个不停。赵总，我是美家广告的张总，听说林经理要离职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华信的领导吗？我是智华超市的李老板，有人说林经理不干了，真的假的？你好，我是新时代培训机构的王校长，想确认一下林经理的情况。连着接了7、8个这样的电话，赵总监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林浩还没到公司吗？他问前台小姐。还没有，平时他都是8点半到的。8点半，我准时出现在公司门口，还没进电梯，就看到赵总监在大厅里等我。林浩，有几个客户打电话过来了，你先处理一下。他的语气和昨天完全不同了，甚至有些讨好的味道。我刚坐到工位上，电话就响了。林经理，听说你要走，这是为什么啊？是不是待遇不好？我们可以增加采购量，让你们公司给你涨工资啊。美家广告的张总在电话里着急地说。张总，谢谢您的关心，这是我个人的决定，跟公司没关系。我如实回答。那你去哪家公司？我们的业务能跟过去吗？还没确定，不过您放心，无论去哪里，我都会把售后服务做好的。那太好了，林经理，我们合作这么多年，就认你一个人，你去哪我们就跟哪合作。类似的电话一个接一个。智华超市的李老板，新时代培训机构的王校长，德胜印刷厂的陈厂长，几乎我服务的每一个主要客户都打来了电话，他们的意思都很明确，跟的是我这个人，不是华信公司。这些电话都是免提的，整个办公室的人都能听到。同事们的表情从一开始的不以为然，逐渐变成了震惊，最后是敬畏。林经理，你真的要走吗？我们舍不得你啊。林经理，你是我见过最负责任的销售，换了别人，我们真不放心。林经理，我们公司所有的办公用品都是你帮忙选的，现在用得很好，如果换人，万一出问题怎么办？每一句话都像重锤一样敲在赵总监的心上。中午的时候，情况更严重了。陈经理匆匆忙忙地赶到了办公室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这么多客户打电话到我这里来？陈经理脸色很不好看。有客户直接说，如果林浩走了，他们就要重新考虑供应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
赵总监支支吾吾地解释了情况。陈经理听完后眉头紧皱：“你们知道林浩贡献了多少业绩吗？”陈经理问。18%。赵总监小声回答。18%。陈经理的声音提高了8度。公司的1/5业绩，你们说开除就开除？我以为他就是做些小客户维护。小客户维护？陈经理冷笑。你知道现在大客户市场竞争多激烈吗？政府采购，大企业订单，多少公司在抢。而中小企业市场虽然单价不高，但是稳定啊。而且林浩这200个客户，就算每个月只采购5000块，一年也是不菲的业绩。这还不算增长和转介绍的潜力。陈经理越说越激动。你们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办公室里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不敢出声。马强和其他大客户经理也傻眼了，他们一直以为自己是公司的核心力量，没想到不声不响的林浩竟然是最大的业绩贡献者。林浩，你过来一下。陈经理把我叫到一边。这件事我们处理的不对，你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跟我说。陈经理，感谢您的关心，但是我已经决定了。我很坚定地说。为什么？是待遇问题吗？还是其他什么原因？不是待遇问题。我看了一眼赵总监，是价值观问题。陈经理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但还是不死心。那这样，我给你升职加薪，让你负责整个中小客户事业部怎么样？这个提议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。负责整个事业部，这意味着我将和赵总监平级。但是我摇了摇头，谢谢陈经理的好意，但我去意已决。1周后，我正式提交了辞职申请。这1周里，公司上下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原本轻视我的同事开始主动跟我打招呼，平时不搭理我的马强也开始套近乎。林哥，之前是我不懂事，多有得罪。马强凑到我跟前，你这客户维护的能力真是让人佩服。林浩，你真的要走吗？咱们可以合作啊。我负责开发大客户，你负责维护中小客户。小李也来拉拢我，甚至连实习生小陈都对我刮目相看。林哥，您教教我怎么维护客户关系吧。但是这些改变来得太迟了。赵总监更是想尽办法挽留我。林浩，之前是我错了，我向你道歉。他当着全办公室的面跟我道歉。你留下来，我保证给你最好的待遇，最大的支持。公司可以专门成立中小客户事业部，由你来负责。薪资待遇参照总监级别，这个条件确实很诱人。从一个普通业务员直接升到总监级别，这在华信公司是前所未有的。但是我依然摇了摇头。为什么？赵总监不理解。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不是不满意，是没信心。我坦诚地说，今天你们重视我是因为害怕损失。明天如果业绩有起伏，或者来了新的业务模式，你们还会重视我吗？一个公司的价值观不是1天2天能改变的。与其等着被再次边缘化，不如现在就走。赵总监张了张嘴，想要反驳，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，因为他知道我说的是对的。陈经理也找我谈了几次，甚至提出了更高的条件，但我都婉拒了。最后1天上班，我把所有的工作都交接完毕，200多个客户的资料，每一个我都做了详细的交接说明。林浩，这些客户真的会跟你走吗？孙姐担心地问。一部分会，一部分不会。我实事求是地说，商业合作最终还是要看服务质量，不是感情用事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把剩下的服务工作做好，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。
这是我的原则，即使要离开，也要有始有终。离职手续很快办完了，最后一刻，赵总监还在挽留。林浩，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？我摇摇头，拎起装着个人物品的书包，走出了华信公司的大门。3个月后，我成立了自己的办公用品供应公司，浩城办公。正如我预料的，约60个最忠诚的客户选择了跟我合作，约40个客户选择了观望，还有100个客户继续与华信合作。我没有恶意挖墙脚，也没有做任何不正当竞争的事情，我只是用我一贯的服务标准来经营自己的公司，专业、诚信、负责。浩城办公专注于中小企业服务，提供从办公用品采购到设备维护的一站式解决方案。虽然单笔订单不大，但客户满意度很高，转介绍率也很理想。第1年的营业额就达到了300万，净利润60万。这个数字虽然不算惊人，但对于一个刚起步的小公司来说，已经很不错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。至于华信公司，听说马强他们接手我的客户后，很快就出现了各种问题，客户投诉增加，续约率下降，不少客户最终选择了其他供应商。赵总监被陈经理严厉批评，虽然职位保住了，但威信大不如前。他开始重新思考公司的业务结构，不再只盯着大客户，也开始重视中小客户的维护。马强他们也意识到了客户维护的复杂性，不再轻视这项工作。但是要建立起像我这样的客户关系网络，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。有时候在路上遇到华信的前同事，他们都会跟我打招呼，聊几句近况。林哥，还是你有远见，自己当老板多好。林哥，能不能介绍点业务给我们？林哥，你们公司还招人不？我想跳槽。每当听到这些话，我心里都会感慨万千。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，每种工作都有它存在的意义。问题是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平台去展现这种价值。在华信公司，我的价值被低估了，被忽视了，甚至被否定了。但这不代表我没有价值，只能说明那个平台不适合我。现在的我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一个道理，不是所有的成功都要轰轰烈烈，不是所有的价值都要大张旗鼓。有时候默默耕耘也能收获满满。200个客户不多，但足够了。2年后的一天，我接到了赵总监的电话。林浩，最近怎么样？他的语气很客气。挺好的，公司发展的不错。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他有些犹豫。我们公司想和你们浩城合作，你看可不可以？我明白他的意思。华信现在在中小客户市场遇到了困难，想通过与我合作来弥补短板，可以考虑。我说，不过要按市场规则来，该怎么合作就怎么合作。当然，一切按市场规则。他连忙答应，挂了电话。我忍不住笑了。2年前，我是那个被他们认为没追求、混日子的员工。2年后，我成了他们想要合作的伙伴。人生就是这么奇妙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